身高有这个注意看，中国姑娘下手简直太狠了，将外国女将击倒一次还觉得不过瘾，紧接着又是上去一顿暴揍，直至将老外打毁容，才算真的解气。此等威武霸气的比赛名场面，连台下解说席都忍不住大喊：“干得漂亮！”被击倒险些 KO 的外国女将实力简直可以用恐怖来形容。此人正是拥有35个武术冠军头衔的俄罗斯传武高手伊丽娜·马兹帕。伊丽娜自幼就是功夫大师李小龙的资深偶像，成年之后便开始来到地大物博的中国学习传统功夫，数十年如一日的艰苦训练，使得伊丽娜的实力突飞猛进，不仅仅将俄罗斯乃至中国的比武大会总冠军奖杯统统拿捏在手中。此时此刻的伊丽娜不仅仅连续5年获得世界武术总冠军，还是自由搏击领域冉冉升起的超新星选手。就在伊丽娜越战越勇，连战连捷时刻，刚刚在武林风荣获13连胜的李明蕊终于站了出来。尽管伊丽娜作战经验丰富，难逢敌手，但是架不住李明蕊拥有一颗精忠报国的决心。至于谁的实力更强，只有碰一碰便知。好了，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看看李明蕊的表现如何。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黑色背心就是中国选手李明蕊，红色背心就是俄罗斯选手伊丽娜。对比年龄来看，伊丽娜足足要比李明蕊大上15岁，而且伊丽娜可是精通传统武术，对中国选手的战术打法相当了解。这样导致李明蕊是今晚最不被看好的那一位，因为谁都不相信作战经验欠缺的李明蕊能在伊丽娜恐怖的实力下撑过3个回合。也不是白给。对，哎，原来这场比赛是特别拼啊，是。最近其实李明蕊的状态很好的，对，很好，是。这个拳打得不错。双方我们从最直观的看，这个双方这个身高有这个10公分的差距。糟糕的伊丽娜吃了这一拳。这么刚说完李明蕊的这个状态比较好，是。真的，这个从身体素质来看，其实李明蕊没有这个功夫女王来的强壮。但这个转身边拳太漂亮了，但启动速度要比对方快很多。再来一次，对方已经防住了。好的，前摆拳命中了，后拳命中了，连续的后折，糟糕，状况不好。好的，第二次被抢第2次读秒。我们的伊丽娜上次在中国比赛是被这个。就在此时此刻，观众们彻底刷新了对李明蕊的认知。没想到比赛仅仅开始1分钟，李明蕊就完成了2次击倒读秒。伊丽娜看着眼前的中国姑娘，充满了不服气，但是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丢失了一些比赛点数。不服气的伊丽娜本想上前继续拼拳换脚，但是李明蕊敢打敢拼、无所畏惧的打法，使得伊丽娜畏惧不已。糟糕，但是拳法的空档比较大，是太大的机会，又是命中了。糟糕，好的，晃悠了对方。李明蕊抓住了对方吃后摆拳的这种空档，是连续的。李明蕊真的是大出我们意料之外啊！一开始表现就做转身了。像赛前这个方斌有问我，就对方爆发力怎么样？我觉得跟你说这个爆发力，其实我以为他有力量，但是爆发力不是练套路的，应该爆发力很好，而且柔韧也很好。有点晃，站不住了，站不住了，机会，再一次，应该 TKO。只要再命中1拳即可结束比赛。是。好，对方用搂抱这种形式来拖时间。在场下的教练是我们的任凯琳。好，第1局时间不多了，一定要拿下来。糟糕，还有10秒，不然的话就要拖到第2局了。是。好的，没有命中对方的下巴。其实刚开始比赛来到第2回合，李明蕊在首回合可谓是拿到了大量比赛点数。就算如此，李明蕊也没有骄傲放纵，继续采取谨慎的游击战术面对传武高手伊丽娜。正因2次的击倒，使得伊丽娜的心理还是身体都备受打击。如果接下的比赛伊丽娜还不做出及时调整，极有可能会被击倒 KO。李明蕊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没有被对方吓到。是。有时候我们一看到对方好壮，可能会吓一跳，就心里会有压力。对，而且是以小打大。这个李明蕊这个拳，果然是这个河南省的拳击冠军啊，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冠军。对，比赛拖到第2局，然后如果想以 KO 方式结束比赛的话，可能还要2次读秒。
目前这个身为荷兰拳击冠军李明蕊已经开始在自由搏击擂台找到他自己的风格。是。其实他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就是特别拼。对，从头拼到尾。而且这几场比赛开始了，这个有进有退。是。对。开始头脑非常清晰了。好，李明蕊现在其实可以打得再从容一点，因为在第一局当中拿了2次独8，是啊，比分应该是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完全没问题。现在就要抓住2次独8，第一次扣2分，第二次扣1分，所以第一回合就是10比7。是。所以李明蕊其实不要转身在对比两位的表现来看，在中远距离，或许伊丽娜还能拿到一些有效比赛点数，但是一旦进入内围拼拳换脚阶段，李明蕊完全就是单方面的暴揍，使其无力还手，所以比赛变成了你追我赶的处境。尤其是伊丽娜需要格外注意与李明蕊的对峙距离，再次被击倒只会让自己的处境更加危险。所以对方不知道他要打哪里。是，对方其实报价并不是特别严谨，而且在晃了，那么现在在晃了，好像一直在晃。对，这脚尖都翘起来了，对，一直没有恢复过来。对，我觉得这个都是训练方式不对，空有这个身体素质。啊，他教练你说没技术吗？也有，他教练是1980年代的世界冠军了，身体素质真棒。对，打完被对方反击了一个，自己还要后退啊。是，这个我们的伊丽娜她也后肩运动了 ，MMA 局打得也不错，前摆拳，后直挂前摆，是加后摆。李明蕊找到了这个进攻的感觉了。今天 Irina 她都没有用她的腿，其实她转身后摆是相当强的，在打 Gloria 差点击倒对手。其实她的拳法是她的特点，因为她有拳击的功底。对，我刚刚说是南方选手都没有用腿，光跟对方拼拳，是他拳没有李明蕊好啊。好，最后了。比赛来到第3回合，伊丽娜虽说传统武术的经验比李明蕊强上几10倍，但是自由搏击毕竟还是与传统功夫有着很大的差距。伊丽娜明明那么努力的与李明蕊保持安全距离，但是依旧在对峙期间被命中头部数次，而且伊丽娜的面部已经开始淤青红肿起来，惨不忍睹。李明蕊也想迫切的发起进攻，将其暴走 KO。其实身高并不占优势，但是呢，有自己的一套打法。后置前摆往里压晃。这个脚不要受伤啊，稍微滑了一下。好，我们看到对方的这个眼角也是受伤了，这个打法太笨了，真的是。现在已经是李明蕊的时间了，是，对。现在南方选手只能游走，但是呢，他也没有躲掉对方拳的能力。转身做了一次，为时已晚了。对，这个时候体能下降到这个技术动作可能并不是这么完整。对，不然其实这个南方选手转身后摆踢啊是很重的。是。因为一般来说，以他这种身体素质对上这个李明蕊的身高，这种选手他应该很有自信，应该是有自信，然后用力量去压制对方，是，结果都没使出来，去吃掉对方，对，就完全被李明蕊吃掉了。好，前摆，转身那个角度也不对。看来李明蕊其实也累了，是想要在第4局 KO 对方获胜，可能也很困难。我们再可以观察一下这个南方选手他的后直其实把手臂伸出去而已，肩膀跟这个腰的力量都没有进去。这个我们看到一般真的是女子选手很少见，然后对方这个肌肉这个线条特别漂亮，是，而且有腹肌哦。对，但是呢，他这么强壮也没有比较好的抗打能力。好的，最后公布比赛结果。李明蕊实至名归，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大家认为李明蕊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